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不认罪？诸位大人明鉴，我和仙灵阁从未参与过走私，证据确凿，岂能容你狡辩？我再问你，你如何与海盗取得联系？是谁在你背后授意？你不说，自然有人来说。来人，带人杖。堂下何人？美女是仙灵阁的绣娘张氏。绣娘张氏，且把你的所见所闻如实招来。美女在仙灵阁的时候，见到永平侯时常出入仙灵阁，仙灵阁的诸多生意她也有参与。这次的绣品走私一事，也是永平侯主使的。张姐姐，你怎么能撒谎呢？他们是不是逼你？徐罗氏，你若再不知收敛，休怪本官用刑。阁老，两位大人也听见了，本官提议彻查永平侯和徐家，以明真相。李大人，仅依据一人之词便下此定论，是否太草率了？永平侯既与此案有关，不如咱们先听听他如何辩解。陈阁老言之有理，永平侯，请。只要你在三法司会审之时将他呈上，公开表示走私一案与你毫无关系，都是他一人所为，你已决定休妻，将他逐出徐家，此事便可迎刃而解。我夫人自入仙灵阁以来，一直传扬技艺，帮助百姓，从来没有半分违律之举。此案疑点甚多，各位大人，请看这绣娘身上的伤，说她屈打成招，也未可知。屈打成招？永平侯是在教本官怎么审犯人吗？犯人拒不招供，本官有权刑讯，更有责令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李大人，若徐家与海盗勾结走私，那我为何要主张推行开海禁之策？海禁一开，商贸自由，走私还有利可图吗？这只怕是有心人想要对付我们徐家。李大人，若是轻易定案，就不怕被有心人蒙蔽利用吗？本官虽愚钝，但还不至于是非不分。你的自辩之言虽不无道理，却并不能推翻已有的人证物证。永平侯，徐罗氏参与走私一事，铁证如山，不用再辩。只是这些证据还不能证明徐罗氏背后就有别的指使。事发仓促，我暂时还没有找到有力证据，请各位大人明察秋毫。我会上书皇上，请求宽限一些时日。哼，已成铁案，再拖延还有什么用？我有此案重要证物。大人，我有此案重要证物。堂下何人？给我轰出去！慢着，不如我们就看看究竟是何证物。呈上。大人，这是我和永平侯的和离书。师娘，公堂之上，休得胡言！
你何时与永平侯和离？不过是想趁机将永平侯撇清干系。徐罗氏，你此言是何意？这位大人，和离书当然就是和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罗十一娘如今已不再是徐罗氏，上面有永平侯的签押和手印。大人若是不信，仔细看便是。另外几本是仙灵阁的账本，每笔银钱来源、每笔交易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仙灵阁是我个人私产，我和他合立以后，那仙灵阁跟他就更无关系了。各位大人，这和离书是个误会，不得算数。如何算不得数？签押手印皆在，岂是儿戏？十一娘，徐大人的签押我识得，此和离书的签押确实为徐大人所有，而另一个签押和账簿，徐罗氏的签押一致，这个和离书当属有效。十一娘，我们是夫妻，我可以和你一起承担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我们不再是夫妻，请你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。禀告各位大人，账簿均已核实，仙灵阁和徐家并无银钱往来。这些东西确定没有造假？回大人，账目清晰明了，和离书也确有双方签押手印。由此已可证明，永平侯与仙灵阁走私一案无关。此事，本官必当禀告皇上。朝廷重臣不容污蔑。说的没错。仙灵阁走私一案，罗十一娘身为本案主使，参与走私，罪孽深重，理应3日后处斩。待禀明圣上，恭请圣裁。